來到盧森堡了。今天要帶大家造訪這個小小的國家，當然他們的人民的 GDP 是非常高哦，它幾乎是整個歐洲最高的 GDP 的國家了。那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這邊開場呢？主要呢就是因為他們這邊啊有實施了一個很棒的政策，就是從2019年3月開始来到盧森堡這邊呢，他們所有的大眾運輸都是免費的。所以啊，我們就把我們的車子先停在這邊。我們現在就是在比利時跟盧森堡的邊界而已。然後我們要坐公車去。對，那公車站就在前面而已，好像才200-300公尺的路程。走了，搭公車嘍！一路走過來，路邊啊，全部都是可以免費停車的。大概200公尺的距離就有公車站了。在這邊呢，有812跟833，這邊有一個車站，然後我們現在這邊是另外一個車站，還有2個號碼的，這2台都是可以到市區去的。這是我們的站，要先記好，不然等下下錯站了。要坐公車了。還沒，它會停在那邊。跟 school bus 一樣，不用擠，人家先上去看一下。而且這個查票的完全只是好看而已，大家都沒有買票的，完全不需要刷卡，直接上車就好了。那為什麼他們這邊這麼好呢？因為在2019年的3月的時候，盧森堡是全世界第一個實施全國交通免費的，因為他們是為了要改善國家的空氣品質，還有因應節能減碳，也是提倡大家做大眾運輸。畢竟在盧森堡這邊小小的國家而已，他們已經是交通運輸非常的發達，幾乎是哪裡都可以到達。雖然說交通運輸非常發達，但其實搭乘交通運輸的人並不多，感覺好像沒有什麼用處。於是政府就提倡大家，那就來一個免費坐大眾運輸吧，不管是公車還是火車，全部都是免費的。那如果你是坐火車想要搭頭等艙的話，那當然就還是一樣要付費咯。從這邊大概20-30分鐘的路程就會到盧森堡的市區了，但也不用擔心說到市區不好停車，在這邊搭車進去就可以了。盧森堡也是綠化非常完善的一個國家，保存了很多的森林在這邊，所以在這邊的空氣品質是非常的好。有機會的話，想不想也住在這樣的國家呢？非常的幸福，人民所得又高，然後人民福利又非常的完善。那全國實施免費交通呢，當然不是只有針對本國人而已，外國人來全部都是免費的哦。到站的時候再給大家看看啦。抵達了盧森堡的市中心了，現在緊接着過來搭一下他們的電車。這個電車一樣是免費上車的，我看看可不可以直接衝上去了。按，你去按，大力。哎，不能按，不能哦。哦，按这谁？走。好，關起來了。錯過了剛剛那台電車，馬上就又來了下一台了，頻率算是非常的高。他們先出來，我們再進去，走吧。還有免費的 WiFi 耶，真的是很厲害，盧森堡。等一下，停下來。按了，可以按了。我們來到了這一區呢，這裡是武器廣場。那看一下這邊有一些很像是皇宮的，那現在是作為飯店使用。早期的武器廣場呢，這邊是做軍事操演的，然後有一些人犯法會在這邊當庭的處決示眾。殺雞儆猴，因為現在已經沒有戰爭的社會了，所以武器廣場這邊已經發展成重要的一個商業區，餐廳啊，商家林立。最為著名的就是噴水池，這噴水池呢是紀念1戰以及2戰所失去生命的人們，就是在這邊作為紀念。
我們沿着商店的外圍走出來呢，這邊也有一區，這裡是憲法廣場，早期為皇家廣場，不定時會有一些活動在這裡演出啊，像這次應該是一個園遊會的感覺，不過還在籌備中，可能是這個週末即將要上映了吧。那在憲法廣場上面這邊有一個金色少女像，這個也是紀念着當時1戰、2戰所失去的人們，紀念他們。看一下，這就是2次戰役的時間：1914年到1918年，1940年到1945年。從憲法廣場這邊呢，也是非常棒的一個景色，可以從這邊看到整個盧森堡的美景。看一下，在這邊呢，就是像這種中古世紀的感覺，而且綠化非常的好。可惜今天的天氣不是很好啊，都是陰陰的。那我們正對面的這一座橋呢，這裡就是阿道夫橋。這座橋呢是在20世紀初的時候所建立的，這也是要紀念當時的盧森堡大公阿道夫而建立的這座橋。看一下，它有上下2層，上面那一層呢是可以讓車子啊、捷運啊、行人行走，那下面還有一個隱藏的步道，也可以在那邊走，蠻特別的這座橋。就是一個大大的拱門。憲法廣場的斜對面這邊呢，這裡就是盧森堡的聖母院了，也是歷史上蠻悲催的一間教堂。它是在17世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建設，途中會經過了多次的戰爭而導致停擺，沒有繼續，一直到了1938年的時候，終於建造完畢了。結果又在2戰的時候全部被炸毀。那我們現在看到的已經是重建過後的模樣。這是一個哥德式結合了文藝復興的造型。你看那個手把被摸得那麼亮，哪裡？那個對，這2個手把，右邊這個特別多人摸，它已經變成金黃色的了。走吧。在主廳這邊呢，有一尊小小的聖母抱着耶穌的雕像，然後整個教堂都是採用這個很鮮豔的玻璃彩繪藝術。也就是一間典型的哥德式的建築。因為它有結合了一些文藝復興的風格，在建築裡面有許多畫作，就連天花板上都有。這邊的光明燈跟一般我們在別的教堂看到的不一樣，它還有盒子保護着的。這邊就是沒有盒子的，有2種，可以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光明燈來點一組，保佑平安。走到聖母院的後方，這邊也有一處小型的禮拜堂。我們現在又走回來老城區的地方，將看到這間大間的建築，這裡是盧森堡大公宮。在盧森堡大公宮這邊，剛好遇到衛兵下哨了。跟那個不一樣。拜拜。跟那個不一樣。小聲一點。那這邊目前一樣還是屬於政府的部門，要加入一些導覽團才可以參加，而且開放的時間是不定時的。我們上個禮拜還在西班牙的時候，在那邊的天氣是熱得要死，最熱的時候已經可以到30度了。我們這個禮拜來到了北法，然後一直到了盧森堡這邊。自從進入北法之後，就開始變冷了。像盧森堡這邊過2天最冷還會到0度啊！過了幾個國家，氣候就變很多了。這邊呢，就可以一覽整個盧森堡市，到處都有教堂林立。全部是這種哥德式的建設，一間比一間還要高。在下方這邊呢，有很漂亮的小水壩，鬧中取靜。整個老城區全部都是像這種中世紀的建築，保存得非常的好，難怪已經列為世界文化遺產。現在來到盧森堡的另外一區了，這邊是歐盟的總部區，這一間金光閃閃的建築，這個就是歐盟的法院，這麼一大間，可惜這些全部都是政府部門，是無法進去參觀的。看一下，就在歐盟的法院對面這邊，這麼多國旗，應該就是歐盟的總部了。所有加入歐盟的國家都會在這邊升旗。
在歐盟區那邊呢，就只有小小的幾個地方可以讓我們參觀而已，而且都只能在外面。那我們現在又坐公車回來到老城區這邊了。大家有沒有發現，在盧森堡這個小小的國家呢，跟我們之前去的幾個微型國家非常的不同。在這邊雖然說也是以金融為主的商業國家，那他們還是保留了自己的原有的文化，甚至在盧森堡他們是有自己的語言的。漫步在盧森堡市，可以享受整個歐洲中古世紀的氣息，非常的漂亮的一個小國家。那不要小看它，它可是全歐洲 GDP 最高的一個國家之一。終於又回到了我們停車的地方了。建議大家如果有自駕來盧森堡的朋友，還是直接開到接近市區。其實它在市區裡面也有一些免費停車的地方，然後在市區附近坐他們的交通工具進去就好了。不要像我們一樣在比利時的邊界這邊坐過去，太遠了。回來的時候我們坐了1個小時才到，因為有塞車。我們回程還 Google Map 寫的地圖是錯誤的，它已經沒有走那條路線了，害我們錯過了幾班次的車子，然後整整拖了快2個小時才抵達我們的停車場這邊。如果開車進去的話，就不會那麼辛苦了。還是建議大家，如果來這邊呢，開車進去也是可以的。那不得不說，他們市區裡面的交通是非常的方便，我們就在裡面上上下下，基本上在裡面的交通工具非常容易到下一個地方。那今天影片就結束了。